今天是北京时间2025年9月27号，星期六。就在刚刚，大概10个小时之前，英国金融协会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他们将联合英国主要的6家银行联合推出 GBTD 项目，也称为英镑代币化存款项目。这可能昭示着法币数字化的另外一种新路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个解读。这不仅仅是一个支付创新的试点，而是关乎未来英国乃至全球金融格局的重大实验。它背后集合了英国6大商业银行、顶尖的金融科技公司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推动。在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可编程支付等话题争论激烈的时候，英国的这一步很可能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大家好，我是老贺，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么我们首先要谈谈什么是代币化英镑存款，为什么要推出 GBTD， 它的运作模式、机制、应用场景、参与机构以及项目进度、战略意义、面临的挑战等等，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首先看什么叫 GBTD， 它是一个缩写，意思是 Great Britain Tokenized Deposits， 简单的来说就是代币化英镑商业银行存款，简称代币化英镑存款。那么它的本质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我们存在银行里的普通存款转化为一种数字代币化的形式，所以这也可以理解成广义上的一种 RWA 的形式，只不过这里的真实世界资产是存款。那么很显然，它把你的存款代币化了以后，可以在区块链上流通，它就有了数字货币的职能，但它又不同于央行数字货币，也不同于稳定币。那如果我们把稳定币和它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 GBTD 它有3个关键差异。第一，发行主体不一样，稳定币通常是由科技公司或者金融公司或者加密货币交易所来发行的，而 GBTD 是由英国的商业银行发行的，它代表的是传统金融机构。第二，法律的性质不一样， GBTD 它是存款，本质上还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只是商业银行的负债把它上链了，因此它作为商业银行的负债，它还是受到完整的银行监管和存款保险体系的保护。而稳定币它更多的是受到数字货币相关法规的保护。第三，它的用途得到了扩展，稳定币更多是在加密市场流通，虽然它也有很多现实世界的应用场景，但是还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而 GBTD 由于它是商业银行发行的，所以它可以直接面向零售支付、房贷甚至数字资产的结算等方面。换句话说，它是对现有银行存款的一次数字化升级，而不是一种全新的替代货币。在这张表里面，我们可以把 GBTD 与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 CBDC 做一个比较。发行方不一样， GBTD 是商业银行， CBDC 是央行，稳定币是私营公司。监管体系不一样，稳定币它是受到加密货币法规的监管，相对比较弱一些。 CBDC 它是央行发行，高度监管。 GBTD 作为央行的负债，它受到现有的银行监管体系的监管，在风险保障、应用场景等等也都有很多差异，各位可以对照这个表格简单的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看为什么会有 GBTD， 英国当局是怎么考虑的，它为什么要推出代币化银行存款呢？我们要理解它背后的动因。在过去几年，大家都在谈稳定币 stablecoins 和央行数字货币 CBDC。 稳定币的优势，跨境支付快，流动性很强，但问题是很多稳定币它处于灰色地带，监管合规不足，所以如果你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等这些方面要对它加强监管的话，难度很大。而 CBDC 央行发行的，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挤出商业银行，所以如果央行可以直接接管整个支付体系，那商业银行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英国的选择既不对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造成重大的冲击，也不会很激进的在加密货币市场上一下推得太远。就如同英国央行行长 Andrew Bailey 明确表示，要优先探索代币化存款，而不是让商业银行各自发行稳定币。这样既能推动创新，又能确保监管体系和银行体系的稳定。所以 GBTD 看起来是一个很折中但是很聪明的方案，它既保持了商业银行在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又引入了数字货币的创新功能。那么它的运作模式是怎样的？简单说就是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它的发行机制和运转流程。用户在银行有一笔存款，银行将这笔存款代币化生成等值的 GBTD， 这些 GBTD 存放在分布式账本，也就是区块链上，然后可以在不同系统之间转移和支付，从而实现了银行存款的代币化。代币化以后运行在区块链上，它就可以跟加密世界对接起来，完整的实现传统金融机构和加密世界的无缝链接。技术基础上，它是由 Quant Network 叫量化网络这家公司提供的。它的特点是互操作性，就是可以与不同的支付系统和区块链平台互通。在这个意义上讲， GBTD 天然的就对接了现有的法币支付系统和加密世界区块链各平台跨链的系统。这意味着未来 GBTD 不仅能在英国银行间流通，还可能与数字债券甚至跨境的结算平台相链接。而它的监管呢，要比稳定币强悍得多，因为它本质上还是银行存款，所以它受到存款保险的保护，不需要额外的立法程序就可以合法运行，这是它跟稳定币最大的不同。在技术上，各家银行它如果不熟悉区块链网络怎么办呢？有一个简单的外包方式，因为 Quant Network 量化网络这家公司提供的服务，我们称之为叫 Tokenization as a Service， 就是它将代币化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这些银行。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每一家金融机构都有能力做代币化，没关系，平台允许他们外包式接入，让小机构也能用，核心在于你愿不愿意加入这个场景。那么按照英国金融协会目前的设想， GBTD 的主要应用场景有3个方面。第一，线上市场的 P2P 支付，例如电商平台、二手交易平台，像eBay。我们知道这样的交易市场，它的痛点是容易发生诈骗和虚假交易，而解决方案呢， GBTD 可以支持可编程支付，例如它可以货到后才释放资金，让交易更安全。第二个应用场景是房贷的再融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的房贷市场流程很复杂，周期很长，效率很低。如果用 GBTD 资金转移可以更透明、更方便、更及时，避免房产交易的诈骗。第三，用来做数字资产的结算，未来债券和股票等资产都可以代币化，那么这些东西代币化以后，它需要用法币去支付，这个法币它必须运行在区块链上，所以它要么是稳定币，要么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存款代币化的工具。GBTD 作为结算媒介，把银行存款和代币化资产直接挂钩，这也为将来数字国债和资本市场的数字化，包括 RWA 的上链流通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以这3大应用场景为根基， GBTD 可以一上链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生态。那么 GBTD 的参与机构包括哪些呢？首先包括6大英国主要的银行，就是巴克莱、汇丰、劳埃德、西敏威尔士、Nationwide 还有 Santander。 技术方是由 Quant Network 量化网络提供的，咨询和法律由 EY 和 Linklaters， 协调是由 UK Finance， 也就是我们讲的英国金融协会。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总协调方
UK Finance 它是代表了英国300多家银行的一个行业机构，所以它对整个英国的金融市场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这些机构的联合行动使这个 GBTD 形成一个良好的完善的生态，代表了一次典型的行业协作，监管者提供方向，行业自己来做试点。按照目前项目的规划和进展情况来看，大概是在这么几个方面。首先2024年已经完成了一个前期的 RAN 实验，叫做 Regulated Liability Network， 就是监管下的负债网络。这个网络的实验工作2024年已经完成了，所以 GBTD 并不是空穴来风，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酝酿的时间。2025年9月，也就是昨天，英国金融协会正式宣布启动 GBTD 的试点。2025年10月，也就是下个月，将举行首次公开说明会。这个项目的试点周期一直要持续到2026年中期。到了2026年呢，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预计将完成稳定币和加密监管框架，到时候 GBTD 和稳定币监管将在2026年形成完整的拼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这次的行动，它既不同于欧洲9大银行将要推的欧元稳定币，也不同于美元稳定币，更不同于各国的 CBDC 央行数字货币，它是由商业银行主导的进程，但是同时它又兼具有法币存款的稳健性和稳定币代表的链上的便利性。所以英国这次的举措可以看成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金融创新。那么它的战略意义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对银行业来讲，它可以继续保持商业银行的中心地位，避免商业银行被稳定币和 CBDC 边缘化。对金融体系来说，可以保持金融创新的优势，走在欧盟的前面，同时又能与数字国债、国家支付的愿景相对接。对客户和社会来讲，显然它会更安全，因为它可以降低欺诈，更高效，因为链上的结算会更快，更智能，可编程支付，可以防范诈骗等等一些负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当然我们说这件事情才刚刚开始，很多东西我们还有待观察，在我们目前的视野所及当中，它也存在着很多挑战。譬如我们至少可以预见它在以下几个方面是有挑战的。第一，技术可扩展性。 Quant Network 提供的基础设施是否能够支撑大规模的并发交易？如果市场容量未来将有急速扩展的话，它是否能够具备足够的可扩展性，以便获得技术上的持续支持？第二，隐私与数据安全。我们知道链上的交易透明度很高，那么如何保护用户隐私呢？因为它跟传统银行对接，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去中心化特征就不如稳定币那么明显，它如何权衡隐私和数据安全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三，国际竞争。各国都在推自己的做法，例如美国和欧盟可能会推美元和欧元的稳定币，中国可能在香港推离岸的稳定币，在大陆推央行的数字货币。那么各国家之间竞争白热化，英国的这一套做法能否让它保持领先，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第四，客户教育与接受度。因为银行系统的客户都是很传统的客户，这些传统客户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比较保守的，如果他们觉得现有的基础设施够用的话，那我为什么要把存款转移到链上呢？所以用户是否愿意从传统网银转向代币化存款，这个是有疑虑的。好，那我们简单总结一下。首先 GBTD 不是一种新货币，而是商业银行存款的数字化升级。它在保持安全和监管合规的同时，又引入了可编程性和更高的结算效率。因此呢，英国的这次试点如果成功，将有可能成为全球数字金融的
新样板。未来几年，随着稳定币的监管，央行数字货币和代币化存款并行发展，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多元数字货币并存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讲，英国这次的试点也是对人类金融体系发展的很重要的探索。所以我们一句话总结一下， GBTD 代表着商业银行存款的数字化未来，它也许可能成为传统金融体系揭露区块链的新探索和新样板。感谢大家收听，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让你理解了 GBTD 背后的逻辑和意义，欢迎点赞订阅，我们将随时为您解读最新的金融和加密货币的新闻。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